所谓宏大叙事或大叙事，用阿伦·麦吉尔在《宏大叙事与历史学科》中的话来说，那就是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的无所不包的叙述。国家和政党及一切现实政治组织，就其本性而言，一定是宏大叙事的，因为政治组织必须具有意义和目的的确定性、统一性，并表达某种超越现实的理想，解释世界历史并给予未来指导。这正是宏大叙事具有的意义所在。完整的宏大叙事必然从历史诠释而起，同时还会涉及当下的经验事件，最终指向未来发展。这是基于时间层面的。在叙述对象的层面，它必然不会是单独或当下的个体，而是高度抽象概括出来的宏大对象，虽与人密切相关，却高度架空于具体的个体，其必然会与已发生的历史出现纠葛，同时还会从叙事内部给予全新的历史诠释视角。这个词现在仿佛不仅只争着政治化的独断，常常被批评为一种权力工具，因为它们通常由社会上的特定阶层或权力者所创造和传播，以控制并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还只争着去学术化的肤浅。在后现代理论中，宏大叙事被视为一种精英主义的思想，试图通过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和信仰来支配社会和文化领域。利奥塔等人对宏大叙事的指控无非有以下几点：其一，与意识形态联系紧密，政治功能强大，从而总是有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嫌疑；其二，与总体性、普遍性和共识具有同质内涵，从而构成了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对立面，威胁和排斥个人叙事及日常生活叙事；其三，由于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政治功能无非是指某种影响社会群体之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作用和能力。具有这种作用和能力的不只是某种思想体系，还包括习俗和传统，也包括物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止宏大叙事具有政治功能，一切公共言说和行为都不可能没有这种功能。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为什么说宏大叙事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陷阱？从古至今，不少国家和民族都曾或多或少定下一些宏大的使命，像重现罗马荣光、解放全人类、美国梦、匡扶汉室之类的伟大目标。这些宏大叙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号召整个国家的人民，把这些目标也当作自己个人的使命，然后去拼命。但作为后来人的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使命大多是虚无缥缈的口号，并没有实现的天经地义和非做不可。哪怕不去实现，人民一样可以过得很幸福。以至于出现了网友热评的一句话：当他们说要顾全大局的时候，你往往不在那个大局里面；当他们说不计代价的时候，你往往就是那个代价。穷兵黩武的秦皇汉武，还是休养生息的仁宣二帝，谁才是千古一帝？宏大叙事确实强调总体性、普遍性和共识，但并不必然淹没个人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用海德格尔独有的悲怆语气来说，宏大叙事是人的天命。传统时代的宏大叙事确实演变成了整体主义，但这并不意味它只能是整体主义的。就历史实践而言，我们确实看到了一条历史进步的宏大轨迹，也看到了人类自由王国的地盘越来越大。而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关于世界末日和人类灭亡的悲观主义预言，却都如梦一般一次次落空了。宏大叙事给我们带来了历史进步论和乐观主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义。纵我死也，有子存焉，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不可尽也。这是何等豪迈而宏大的意义！但由于整体角度强调个体对整体的责任和牺牲，它确实有可能带来整体主义，从而否定民主与个人自由。因此我们还需要另一个角度，即个体角度。意义在整体中产生，但最终必须由个体承载和分有。
个体的有限存在，时刻警醒着整体不应忘记其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不应该忘记对个体的关怀和服务，否则整体就将成为空壳，或退化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名不副实的整体。个体角度张扬了生命的价值，唤醒了民主与自由，但个体角度也造成了悲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甚至还造成了反对任何公共责任和义务的思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这种个体角度，与其说是潇洒的，不如说是悲怆和孤独的。用整体遮蔽个体是专制的，但渴望摆脱一切整体的一切约束，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人是寻求意义的存在，人无法忍受没有意义的生活。人创造宗教，是为了从宗教中获得存在的神圣意义。然而，由于人在宗教中把自己本质异化给神的存在，人又在宗教中造成了自身意义存在的失落。